座山，能否找到答案？遥遥灵光长夜，剑指苍空残月线，血染千沙万里，天地任我笑看。一眼愁策马如飞，生死相随，输赢又何为？生如潮，人如水，不谈江湖几人回。向路远漫长，心不灭怀揣梦想奔向远方。那惊涛骇浪来将我阻挡，我有我的信仰，保持我的倔强。快到玩不停，买门票就同城，同城旅行邀您收看《说英雄谁是英雄》。还没问过你，为什么要来京城？我来京城是想挣一个出身，找一片立足地。看来你什么都不怕，只愁不能飞。对于江湖人而言，喝酒是身份地位的象征。你来京城是想喝最好的酒，当然，要喝就喝最好的酒。好，我记住。事成之后，我会为你准备。那一言为定。还有一件事，我父亲抱病在床，我不想带一身血气去见他。放心，到时候你直接进去，剩下交给我。无论他们多少人来，我都能帮你争取一个。我还有个剑手会帮你，那更好。37刻，天色清明。还有1刻，便是40。看来花无错他们也快到极限局了。这时辰还没到呢，怎么人就来了？右边漠北辰，左边李念堂，他们应该是在等花无错。都到了，香主呢？香主还在路上，稍后就到。那我们在这儿等等吧。管不了这么多了，赶紧准备准备吧。我先进去会会他。哎，拜见香主。龙啸清呢？他性子急，说要提前一步，先去拜会一下苏梦长。那我们就慢些上去。让他先好好的拜会拜会。施无愧没来啊？没来。没来也好，以后再收拾。来了的，得好好想一想，这心思该放在哪一边。香主和苏公子可是一家人，都是楼里人。我们这些底下办事的，不管心思放在哪儿，还不都得向着二位，向着楼里吗？
什么人？金风细雨楼主事龙啸清。苏公子回京，我先过来看看，不知道有什么事情，不能回楼里说。等人到齐了，我自会说明。乡主和各位主事已经在门口候着了，莫非苏公子尚未继位，就有楼主排场，让我们大家3跪9叩的迎你不成？苏公子招我们前来，却不肯露面，在帘子后面装神弄鬼，这不合礼数啊！不如我们把话当面说清楚。你敢动我一下，金风细雨楼都保不住你！没想到苏公子去了趟边关，身边竟然有个女人。我师父是红袖神尼，苏梦枕是我师兄，你动我一下试试。我父亲是洛阳王温婉，我是温家大小姐，你动我试试。原来是洛阳温家大小姐。小青，你怎么敢为难人家？咱们一介江湖人士，人家可是高门贵胄。都别嚷嚷了，坐吧。哼！这位姓龙的主事仗着自己年纪小，不痛快便要闹。我比他年纪还小，我都知道什么是尊师重道。晚辈洛阳王温婉之女温柔，给各位奉茶。果然是高门贵胄，折煞在下了。4时已到，天有姻缘。4时已到，天有姻缘。4时一到，我会和王小石同时点上一炷香，在香燃尽之前，王小石和温柔要拖住花无托他们，而我们必须见到老爷子。我的刀只杀叛徒，大家不动手，我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。欲杀苏，先杀白。这些人能挡住我呀？本来是金风细雨楼的家事，今天要是因为你，京城2大派打起来了，兄弟啊，你担得住吗？你们这儿还有没有能做主的人呢？原来是3堂主，雷妹啊，雷妹姑娘，这6分半堂是做好了和金风细雨楼对决的准备了。光天化日之下，谁说要开战了？只是总堂有位朋友被你们细雨楼的人为难，我打算去帮上一帮罢了。为难他的人是苏公子，3堂主去了，管不管用啊？再说咱们聊天这功夫，苏公子已经和花无错对上了。招呼也打了，茶也喝了，苏公子怎么还不出来？苏公子是我们的晚辈，我们是应约而来，都是客人。我师兄不出来，自有他的原因。怎么说？老爷子病重，师兄刚从北方战场回来，这到了苦水铺，谁都知道。可各位主事没有一个出面迎接，哪怕派一个人也是礼数啊。来的却是心怀鬼胎的古董。师兄虽然侥幸生还，但中了毒，受了伤，见不得风寒啊。什么？
古董他叛了，是受人指使吗？师兄，你快跟各位主事们说说。诸位同袍，我如今身负重伤，还请各位见谅。哎呦，这伤得不轻啊！啊，嗓子都哑成这个样子了。那可不是，我师兄武功高强，当时那个贼人一刀割喉。哼，好好说话，干嘛要动手啊？苏公子，接着说。师兄，你接着说。你先走，这里交给我。停住！今日请大家前来，就是要说下这件事情的原委。前些日子，我父亲的好友突然送给我一个白玉匣子，这匣子里边装着极其重要的东西。我在苦水铺遇袭，也并非因为我是苏梦真，而是因为这个匣子。刺杀苏公子的是6分半堂的人，世人皆知。这6分半堂的堂主们也干得拿钱杀人的活儿。苏公子，莫不是得罪了什么人，自己给忘了？说话可得慎重。哎，念堂，你先让苏公子说下去啊！这个匣子惹了这么多刺客行动，一定不简单的。苏公子，这匣子今在何处啊？这匣子还在我手上，本来要亲手交给我父亲，而我如今身负重伤，自问没有把握亲手交到父亲手上。今日既然能邀请到香主几位主事也在，不如在此处把匣子打开，公之于众，看看这里面到底装了什么。哎，既然此物如此重要，就应当交于楼主。在这儿打开，未免欠妥吧？终于回来了，辛苦，他还好吗？跟我来。还没死呢。见过父亲。京城冷吗？冷不过北方。你个病秧子！在城门口，给您带了壶神酿醇。
都说世间宝物不坚牢，彩云易散琉璃脆。可他们家的酒这么多年了都没变过，难道？元贤，拿2个杯来，我们爷俩喝一口。东西拿到了吗？没离开过身上。打开吧。果然，话不错，是6番半堂的人。若是香主不允，我还有另外一个法子。酒促腰子。啊？我师兄有些不舒服，我进去看看。怎么回事？昨天的菜单，接着念。还有一个法子就是，有人得护送我回楼里，但楼里既然出现了叛徒，我谁也不敢相信，还请各位主事亲自出马护送。没有那么麻烦。既然你行动不便，那不妨把匣子交给我，我替你交给楼主。诸位，我们还要陪他们演到什么时候？这里面的人压根儿就不是苏梦枕。我说怎么这么奇怪呢？原来是鼠辈抓老虎。龙血刀。这次回京，我也想与诸位兄弟喝杯酒，畅所欲言。诸位都是我师长兄弟，我并不想动刀动枪的。好，好。做楼主一定会比我做得好。父亲教你2句话：第一，重仁义，重仁义才能聚民心；第二，动权力。江湖中的生死多由刀剑决定，但坐在这个位置上，你的生死就由权力决定。你可以不喜欢权力，但你不能不懂权力。好了，咱们爷俩该喝一杯了。楼主，你的身体……人这一辈子吃多少饭，喝多少酒，都是有定数的。我人生的最后一口酒，就是用来贺我儿子登位的。苏梦真，听好了，你要守好这个江湖。
果然是个家伙。这小子交给你们，我回楼里。小青，她可是洛阳王温婉的女儿，你可惹不起她。一炷香时间已过，苏公子已经在楼里控制住局面，你没机会了。绣刀，有点意思。这一出戏唱得还不错。川儿，从一开始你就希望苏梦枕赢，对吧？谁让你和父亲先违背承诺，对梦枕动了刀子的？所以，就别怪我帮他。话无错，你可知错？果然是不中用啊！还没等到我来杀你，你自己就死了。你和楼主是歃过血、烧过黄纸的兄弟，我到现在还留着你命，就是因为你没有对自己的兄弟下手。可你是叛徒，这也是事实。是又如何？这么多年了，我也没少为楼里做事啊。你是为楼里办了不少事，但一个6分半堂出身的人，做我们楼里的楼主，传出去，江湖上便再也没有金风细雨楼。只要我苏梦枕在的一天，这件事就别想指望。话无错，你可知错？匣子就在你手里，传出去，我在江湖上便没有立足之地了。你是天下英雄之冠，能死在你手里，我不亏。来，给个痛快的！我现在不杀你，是因为我金风细雨楼讲仁义2字。可你的所作所为，却全然不像楼里人。你放屁！我有的是机会把你老爷子剁成肉酱，刀就在我手里，我为什么没有动手？你凭什么说我不是楼里人？这些年，他为楼里出生入死，大伙都看在眼里。若现在问他究竟是哪边的人，只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。人得讲仁义，不然和牲口没有两样。我留着他，就是因为他还有个人样。他是您的部下，想怎么处置？把他叫来，当着我的面问他，服不服输？
么认错？好，他若知错，我替您留他一命。有你这句话，我便没了杀你的理由。至于踏片，对我一点也不重要。老爷子临终前还有句话让我问你：花无错，你认不认输？知不知错？我输了，我错了。老楼主已逝，古董是6分半堂暗桩，已被我在苦水铺处决。乡主花无错，犯忤逆罪，企图谋夺楼主之位。按规矩，逐出金风细雨楼。乡主，没事。来吧。各位主事，大家各为其主。过去种种一笔勾销，往后都还是楼里兄弟。大家都知道金风细雨楼做过什么，却不知道他还能做什么。以后金风细雨楼就是我就是金风细雨楼。
见过总堂主。来了，在外边辛苦了，回堂里来吧。石堂主的位置是给你留的。谢总堂主。我听说那个花无错，到最后觉得自己是金风细雨楼的人了。他被逐走，也是按金风细雨楼的规矩，是吧？是的。他过糊涂了。既如此，他花无错就是我6分半堂的叛徒了。对待叛徒应该怎么样？我相信你是知道的。属下领命。细雨楼是由您一手所创，父亲为楼里可有100年计？常言道，养儿100年，长有99。可金风细雨楼不是我儿子，你才是。你是我为楼子里留下来的100年计，你就是金风细雨楼。原来你死了，我也没有高兴多少。江湖中少了你苏哲木，终究是无趣许多呀。你跟他也是旧相识，来吧，你也陪他喝一杯吧。人死无仇可雪，这江湖中的老人是越来越少了，什么恩怨情仇，敬我们这些江湖中的旧人吧。
总堂。啊，爹。嘿，闺女回来了。嗯。哎，你亲爹还没死呢，你带这破玩意儿干什么？站！我是为苏伯伯带的。苏哲牧师死了，可是你和苏梦枕之间的婚约5年前就解除了，不是吗？你没有必要替苏家做这些。婚约不作数了，情谊也不作数了，所以爹下得去手，要杀苏梦枕了。苏梦枕，他早就该死了。我要是早杀了他，我省了多少麻烦呢？你们俩也就不会纠缠不清了。爹，哎呀，闺女，苏梦枕现在是金风细雨楼的楼主，江湖不再太平了，你就别对他有任何念想了。还有，6分半堂的那个令牌还我吧。闺女，江湖不太平，你就别管这些破事儿了。来，听话。爹想要的江湖，我是真的半点兴趣都没有。这令牌，不要也罢。苏伯伯去世，师兄心情肯定不太好，而且还有那么多事情要处理，我就再多照顾你们2天。没想到你还挺懂事的。才看出来啊！等我带你们游遍这京城，你就更知道我的好了。那你管他就好，我就不用你管了。你怎么老跟我作对啊？我没跟你作对，我说真的，因为我想尽快加入金风细雨楼。小石头，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吗？我说我要夺取功名，就要去最光亮的地方。但你看这京城啊，苏公子、花无错、狄飞京，他们都在这儿，所以我也要留下来。我要做这江湖中最灿烂的那朵火焰。你这么说，我突然想到了我师兄，所以你也想成为像我师兄那样的人？当然，我很羡慕他，但也只是现在羡慕，以后未必。这也会变？这苏公子是我见过最风光的人，我很羡慕他，但我不想一直羡慕，我想让所有人都羡慕我，我也要做这江湖第一人。总有一天，我白愁飞要制定这江湖的规则。大白菜，你这是要上天啊！我就是要上天。来，那你呢，温柔？我算了吧，我没什么想做的。对，人家是温家大小姐，衣食无忧，什么都不缺，更不需要梦想。我不要。你不想说就算了。就是，来吧，来。不是，我说的是我想做的事，就是我不要。我不要我的人生被别人做主。从小待字闺中，学习琴艺，学习女工，我不要，我要学习武功。长大了又被逼着嫁人，和这个见面，和那个相亲，我不要，我要闯荡江湖。这世间总是轻视女子，豪门大户更是不让女子抛头露面，我不要，我要做一个除强扶弱的女中豪杰。没想到你的人生还挺多难关呢。是啊，身为女子有很多难关，可这难关为什么要强加在姑娘们身上？我的理想就是对那些总是让我干嘛干嘛的人说，我不要，我的人生我自己说了算。好，说得好。好。小石头，你还没说你呢，你以后想做什么？哎，我想清楚了。我要成为一名英雄。你们别误会我啊，我不想成为英雄榜上那些英雄，我想做自己。这做自己和做英雄不是两回事吗？是啊，这是一回事儿。做英雄就是做最好的自己。我要成为一名1等1的英雄，我要平更多不平之事，打更多该打之人。
我只希望通过自己，影响更多身边手持刀剑之人都能锄强扶弱。这就是我想当英雄的原因。可以啊，小石头，来喝一杯。那就祝我们每个人的愿望都能实现。准备，实现。晨星灯里，明月楼用这层云。同水策马，江湖远行，风霜染白游子意。从谁模拟知府推行，俗世难得知己。从谁红尘醉歌酩酊，劝君杯莫停。莫道不可追，天地间爱恨匆匆；不可追，青山外生死不由一梦。前路行云君同赴散，暮霭重重，曾携手破浪乘风。莫道不可追，前世中岁月空纵；不可追，青云上年少扶摇一梦。举心星汉无穷，壮阔迷雾层层。此生一刀一剑，一生苦苦追问；一枪一剑，一世茕茕谈恨。各白袍断剑尘，小青蓝何处生根？不妨万曲弹禅，从来最伤人。如果有可追，天地间爱恨匆匆；有可追，青山外生死不由一梦。前路行云君同赴散，暮霭重重，再携手破浪乘风。如果有可追，前世中岁月空纵；有可追，青云上年少不由一梦。曾寻星汉无穷，壮破迷雾。